子怎么越来越大了？该不会是怀孕了吧？是。你还是走了歪路。父亲死了，母亲入狱，我和奶奶相依为命。为了给奶奶治病，我只能放下高材生的尊严，去高档 KTV 上班。不曾想，我遇到了段温言。666包厢，应该就是这儿了。有人吗？这位客人，你没事吧？谁呀？这么恶作剧！段同学，金大的高岭之花，金圈贵手，他这是被人下药了。盛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如果你帮了他，他哪怕是为了封口费，给我几十万，奶奶也有救了。段同学，你没事吧？需要帮忙吗？段同学，我是真的想帮你。雪，你是在玩我？这个男人怎么回事？一句话也不说，他该不会想白嫖吧？喂，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回来。段同学，等等。有事？段同学，昨晚的事，你也不想别人知道吧？你想怎样？我奶奶换肾需要10几万，术后休养也得10几万，你就当给个封口费，随便给我几十万。你给我下药，仅仅是为了钱？不是的，要不是我想……不重要。我跟你50万，不要再来纠缠我。还有，不要给我惹出任何麻烦。我还不想当爹。事后第一时间我就吃了避孕药，但是上天好像给我开了个玩笑，我还是怀孕了。楠楠，你该不会想靠这个孩子嫁入段家吧？段家门槛极高，我出身寒门，他们10有8九看不上，我不会自讨没趣。但我既然怀孕了，我想靠着这个孩子获得一个前往 M 国伯里恩留学的机会，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既然这样，那你就去医院做个检查。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孩子发育良好，只身体营养有些跟不上，回去多注意休息，不要过度劳累，不然还是有流产的风险。我建议你最好做一个全身体检。不用问医生，孩子没事就好。这么年轻就怀孕了，当爸的也不知道陪着。蕊蕊，你看那个人是不是盛开呀？还真是，看来不少咳嗽声。该不会是得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病吧？哎，你们看他肚子，该不会是有了吧？哟，怀孕检测报告。我说你个贫困生，怎么能有钱给你奶奶治病呢？原来啊，是去卖了呀。阿言呐，祖母也没多长时间可活了，你说说，我这辈子还能抱上孙子吗？祖母，
您老人家一定会长命百岁的。你呀，就知道捡我喜欢的话说。到家了。大人，你把报告还给我。别动，盛开。这样吧，你告诉我孩子的爸爸是谁，我就还给你。他都不知道睡了多少人，你问他呀，他怎么知道？我猜大概率是个糟老头子。你们要干什么？金大优秀的尖子生，未婚先孕，这可是个大新闻啊！自然得让全班同学都看看，表面清纯的尖子生，背地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大家快来看看呀！咱们优秀的金大尖子生盛开，刚成年就去卖，跟老男人厮混，甚至啊未婚先孕，现在啊连孩子的爸爸是谁都不知道呢。贫困生就是贫困生，下去。段少，上次您在 KTV 被人下药的事已经查清楚了，是您同学范蕊干的。至于那位盛小姐，她只不过正巧在这里工作，并走错了包间。她确实有一位身患重病的奶奶。难不成是我误会她了？那天我说的话是不是过分了些？咱们优秀的金大尖子生盛开，刚成年就去卖，跟老男人厮混，甚至啊未婚先孕，现在啊连孩子的爸爸是谁都不知道呢。怀孕了！盛开是吧？收了本少的钱，还敢算计本少？好，很好。段少，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郑小姐跟您发生关系后没多久就怀孕了。什么？阿言的孩子？阿言，我可不管你跟那个女孩是什么关系，但是既然是我们段家的血脉，就不能被人欺负了去。谁敢伤了我的孙子，老生我就要了他们的命。祖母，您就放心吧，我段温言的儿子，没人能动。我是孩子父亲，怎么，你有意见？盛开，你要不要听听看，同学们都是怎么评价你的？平时挺清高的，没想到私下这么脏，还联考状元了。这下全校都知道他是破鞋了。咦，恶心死了！以后离他远点。你们这样对我，孩子的父亲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笑，你充其量就是个小三，撞你妈呢！我最讨厌的就是你目空一切的模样。你不就是成绩比我好一点吗？那相貌，那家世，你哪一点比得上我？你凭什么排在我前面？我才应该是金大的小花。你们两个去把他衣服都扒了，他不是喜欢那吗？今天就要让他出名。还愣着干什么？出了什么事儿，我一力担着。雪薇，你要不先看看班群？群？段文言在群里说话了。我是孩子父亲，怎么，你有意见？这怎么可能呢？段文言是清泉太子，他怎么可能跟盛开这个贫困生有关系？这肯定是假的。谁说这是假的？段文言怎么来了？是因为我吗？是你说这是假的。
得上。老夫人，我不知道孩子是您的。竟敢骂我孙子！周助理，张嘴！是。看来他们是冲我肚子里的孩子来的。你就是盛开吧，孩子，别拘谨。我听说你家里只有你跟你老奶奶相依为命了，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啊！你不如啊，直接搬到我们段家吧，这样也好照顾你肚子里的孩子。不行，这样的话我奶奶就没人照顾了。你放心，我会把你奶奶安排到我们段家投资的养老院，按最高的规格来照顾她。可是，孩子，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是不会轻易接纳穷人的。但是因为你肚子里是我们段家的孩子，你又是我们温言的第一个女人，就这么把你一个人放在外面，不太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夫人。好，这就对了。走，我们回家。小盛啊，你就和阿言住一个房间吧，这样也好照顾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啊？好。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带人去你房间呀？知道了。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你费尽心思的爬上我的床，还故意把孩子留下，不就是想有一天能够进我段家的门吗？现在目的达到了，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不是这样的，段同学，你误会了。误会？我明明说得很清楚了，给你50万，把麻烦给我处理干净。为什么不吃药避孕？我吃了，还是怀孕了。你以为我会信吗？看到那张照片了，好看吗？他叫秦淼，是我从小喜欢到大的人。别以为我奶奶现在对你有几分喜欢，你就痴心妄想能够进段家，成为段夫人。我告诉你，我段温言这辈子只会娶她。至于你，这辈子的母亲更不会碰你，以后你就睡那。我知道了。最后一次。我承认，在段温言出现的那一刻，在段老夫人亲自邀请我进段家门的那一刻，我有那么一刹那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差点忘了，我来段家仅仅是为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一个改变命运、完成梦想的机会。从现在起，我会放弃心中的一切幻想，我来段家仅仅是因为这是我实现阶层跨越的机会，至于是不是段夫人，无关紧要。盛小姐，夫人回来了，还让你下去一趟。我知道了。阿言，你淼淼姐又练了支新舞，你去陪她练练。好。淼淼姐，你没事吧？夫人，盛小姐到了。阿言，我没事儿，多亏有你。拙劣的演技，只可惜我没兴趣跟你讲段文言。您就是阿言的媳妇儿吧？真好看。一个乡下女人，土里土气的，哪有我们淼淼好看？
看来这是鸿门宴，这才是我想象中的豪门。一会儿是不是该把钱甩到我脸上，让我不要痴心妄想了？我是要呢，还是要呢？盛开是吧？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阿言是不会娶你这种女人的。至于你肚子里的孩子，为了不让我们段家的血脉流落在外，我们可以让你把孩子生下来，并对外声称这是阿言的弟弟。至于你，等孩子出生以后，我会给你1个亿，你拿着钱，永远不要出现在阿言和孩子身边，明白吗？这女人费尽心思进入段家，又怎么可能只图1个亿？她会答应才？好，我答应。不过段夫人，我希望你为我争取到 M 国伯利恩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想就读金融专业，我去 M 国也是为了更好的离段文言还孩子远一点。没问题。这女人到底在玩什么？她真的仅仅是为了钱？段少，听说你接了个小媳妇儿回去，你们还同居了？不过是个心机女而已，我是不可能碰她的。她要是敢对我使手段的话，我会让她吃不了兜着走。是啊，谁不知道咱段少心中只有秦淼一个？咱姐妹几个，就算是脱光了躺在他的怀里，段少都是坐怀不乱的。为了7个月后前往伯利恩大学，我打算先练习一段时间的口语。盛开，睡觉的时候不准乱动。我没有啊。你有，你呼吸声吵到我了。那对不起。我去用完了洗漱台。你发音不对，鼻音太重会很费力的。啊？好。你这样做不累吗？会不会压到宝宝？我在抖音查过呀，不会压到孩子。旁边有书房，你跟我到书房来。我是怕压到宝宝。坐。哦。少爷，你的汤。你替我喝了。好。盛开，你为什么不会发火？啊？
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会哭也不会闹？为什么什么事情都逆来顺受？为什么别人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不勾引我？终归是忍不住问了嘛。段万言大概以为我进了段家就会趁机勾引他，可是我不吵不闹不打扰，反倒让他抓耳挠腮。尤其是2个刚成年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我什么都不做，却反而让他心烦意乱了。我没什么想发火的，段同学，你不要生气好不好？我知道是我高攀了你，要不是那晚的阴差阳错，你的人生也不会被打乱。可是我已经尽力不去打扰你了。不许哭！也不许看我！盛凯，经过这1个月的朝夕相处，段万言对你的感情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他真的爱上了你，你会愿意为了他放弃那1个亿，放弃前往安国吗？男人只会影响我练口语的速度。娘！孩子，都怪你！生这么一个没用的赔钱货，忍不起死啊！啊！忍不起死啊！啊！盛凯，不怕了，不怕了。你听妈妈说，这辈子不要可怜任何一个男人，钱才是最重要的，听到了吗？盛凯，千万不要对男人心软，钱才是最重要的。又做那个梦了。盛小姐，老夫人让你立刻过去一趟。好，我知道了。范蕊，她怎么在这儿？老夫人，盛小姐带到了。盛开，你难道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老夫人，我不明白。哼，你不明白？你同学说你平时就经常去 KTV 找男人，甚至你们班里的同学你都睡过。我也是大意了，听信了阿言的话，没有先验一验。还不止如此呢，他家里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9岁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爸给捅死了，然后就进了监狱。您说这样的家庭能养出什么好孩子啊？啊，你们别看他人模人样的，其实可骚了，50块钱就能买。我还听人说呀，他跟他们村好几个老妹都怀过的。哎，好久不见了啊！老夫人，把他按住，我要做亲子鉴定。明白。冷静，盛凯，想想出国留学，想想那1个亿，这点钱算什么？老夫人，3天之后就会出结果。如果你敢骗我，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无路可走。阿布尼，为什么不辩解？什么？那次明明是你的第1次，你为什么不去辩解？不生气，不发火？段少梦是在开玩笑吧？
我现在有掀桌的资本吗？且不说现在我衣食住行都依赖段家，就说我奶奶每个月1万多的医疗费，我也不敢得罪段老夫人这个金主。不过是换样的 DNA， 我等得起，也知道答案，不怕他们挑拨。文言哥哥还真是倒霉，居然被这种不要脸的女人给缠上了。还好，文言哥哥喜欢的是淼淼表姐。是啊，是倒霉。总有一天，我会报得回来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孩子确实是你的，以后你就可以放心了。我从未怀疑过，孩子不是我的。先前呢，奶奶确实是做的偏激了些，这些天让她受了些委屈。这样吧，我在 M 国又给她准备了一套别墅，这样总可以了吧？所以，你们觉得一套房就能弥补一个人所受的伤害？温言，我发现你最近有些奇怪，你为了一个外人，你竟然这么跟你祖母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个家有些冰冷。这个经历也太感人了吧！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甜的爱情吗？你哭了？啊？吵死了！我没发出声音啊。抽泣也不行。好了好了，这给你的。房产证。检查报告下来了，这是他们给你的补偿。哎，小财迷，有这么高兴吗？你不缺，所以你不懂。你干嘛？我追沙发，你追床。沙发太小，不好翻身。你现在肚子大了，我怕压到孩子。好了，快睡睡。醒了，可以进来了。少爷，餐到了。哦，这是我让保姆煲的鸽子汤，你别误会，我只是听说吃了这个对宝宝好。饱了。饱了，那我去收拾。盛开，对方这么做只是因为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这对他而言不过是一场交易罢了。想想钱，想想留学深造，你可别被他骗了。祖母，阿言呐，你不要入戏太深了，你跟他是不可能的。哎，你母亲让你下午陪淼淼去练舞。知道了。道歉。哎，这个太子爷，你最近到底怎么了？你该不会针对那个灰姑娘动了感情吧？我不知道，但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妈妈，而且她好像和别人不一样。阿言，咱们这种身份，婚姻是没办法自己做主的。可我想试试。
那秦淼呢？你从小到大都喜欢秦淼，不是吗？又多了一套房，美滋滋。哎，段文言，这是我的床。平时总是一副冰冷的样子，没想到睡着了还挺乖的嘛。来，小文言，让姐姐好好摸。你刚刚让我叫你什么？姐姐？你放开我，我再也不敢了。好不容易逮到你不是冷冰冰的样子，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你呢？求你了。除非你亲我一口。盛开，不去按摩过好不好？段少莫不是在开玩笑，我可不想有钱没命花。盛开，所有的障碍我都会一一扫除，你只要答应我，不要去按摩过。盛开，别答应他，别忘记妈妈嘱咐过的话，别忘记爸爸是怎么对妈妈的。你们睡了？都是我主动的，跟他没有关系。你给我闭嘴！要不是因为你昨天没陪秦淼去练舞，跳舞的时候也不会摔了。医生说他膝盖韧带断裂，以后再也跳不了舞了。什么？他在哪？他就在楼下客厅，你还不赶紧去看他？等我回来，告诉我答案。小门小户就是不自爱。阿爷和秦淼马上就要订婚了，从今天开始，你不适合再住在段家。我会让司机送你回去，等孩子出生以后，我会再找人把他接回来。看吧，盛开，男人都一个样。盛小姐啊，夫人说了，少爷跟秦淼小姐马上就要订婚了。这些天你先在乡下住着，等孩子生下来，他自会派人来接。那我奶奶怎么办？还有，你们答应给我钱呢？放心，答应你的都会给你。只不过，如果你生的是个女孩，补偿就只有5000万；如果是男孩，1个亿，分文不少。这也是段文言的意思吗？自然，你也不要想再纠缠少爷了。先前的手机卡我们已经注销了，这是你的新手机，还有，我会24小时监视着你。我知道了。沈小姐，你惨了！我的临产日，段万言应该知道吧？他会来看我吗？
今日，金车豪门段氏集团继承人段温妍与芭蕾女神秦淼的订婚典礼盛大举行。这场世纪联姻汇聚了各界名流，现场布置奢华至极，新人十指紧扣，甜蜜溢于言表，堪称一段佳话。快，直接钱，快点，使劲，使劲，再用力，用力，使劲，使劲。盛开，所有的一切障碍我都会一一扫除的，你只需要答应我，不做好不好？等我回来，告诉我答案。段温妍，你这是要食言了吗？盛小姐，很遗憾，是个女孩，5000万已经打到你的账户上了，这是你前往 M 国的机票，还有 M 国伯里恩大学录取通知书。段家答应你的都已经完成了，希望你能遵守承诺，彻底消失在少爷眼前。走。盛开，你还不死心吗？男人都是混蛋，或许那天他只是随口一说而已，我们怎么可能比得过他的白月光啊？你说，段温妍会不会不一样？喂。喂，谁呀？谁呀？不知道，陌生来电。那就不管，怎么进去？喂，盛小姐您好，检测到您是我们航空的尊贵客户，我们专门为您安排了接机服务，接机人员已抵达您家门口，车牌号京 A8888，请您收拾好行李，尽快出发。走吧，盛开，5000万，还有 M 国伯利恩金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难不成还比不上一个男人吗？好，我马上就来。再来一次吧，我们一定可以的。阿言，你家保姆抱回来一个女儿，盛开应该生了。阿言，怎么了？今天就先练到这，盛开生了，我要去找她。不行，阿言，你这个时候去找她，只会打乱你自己的计划。她现在肯定需要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段文言，我们已经订婚了，你现在去找别的女人，未免对我太不公平了吧？秦苗姐，你别忘了，我们的订婚只是为了各取所需而已。让开！我只是替你感到不值。盛开他就是一个捞女，他现在肯定拿着钱出国了，他是不可能为你留下的。就算是，我也有亲耳听他说。阿言。前往安国的航班即将起飞，请还未登记的旅客尽快前往登机口。走吧，盛开，他不会来了。堂堂段家太子爷，如果他真的想见你，你被关在乡下的这几天，他会有无数种办法来见你。盛开，等等！第226。盛开，等等！盛开，盛开！先生，不好意思，这是登机口，你没有登机牌的话，请不要在此逗留，请速速离开，不要打扰其他乘客。
魏源，你没事吧？快去！志宇，报订最近去 M 国的机票，我要去找盛开。段文言，你忘记你妈说的话了吗？你现在去找盛开，等于是在害他。阿言，反正你知道他在哪，等什么时候你成为了段氏集团的话事人，我们再去把他接回来。走吧。近日，最年轻的华人首富、华尔街的金融女王绽放国际董事长低调回国。据了解，其旗下产业已覆盖多个领域，此次回国或将有重大投资动作。段总，我们的人尝试联系绽放国际数次，都已经石沉大海。这次我们好不容易打听到对方董事长的航班，这或许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了。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请您亲自出马。知道了。爸爸，为什么视频里的小朋友有妈妈镜子，思思却没有？思思乖，妈妈在国外工作呢，等思思再长大一点，妈妈就会回来了。5年了，我找遍了 M 国都没找到盛开的消息，难不成他真的死在了当年那架飞机上？爸爸骗人，我讨厌爸爸。哎，思思，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追！盛开，欢迎回国。好久不见。爸爸。哎呦，几年不见，小王长这么大了，爸爸都快认不出你了啊！5年不见，你看起来更憔悴了。看来有钱的生活也不开心啊。最近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多了，看来你之前给我开的药已经不起作用了。来，小王，手吧。你的病情比我想象的更严重，你早就应该回来的。哦，对了，我听说段温言这些年一直在找你，你回来的消息要不要？江医生，我回了消息，不要告诉任何人。放心吧，你是我的病患，保护病患的隐私是我作为医生的基本职责。不过盛开，你最好还是抽时间去看看段温言，再看看那孩子，对你的病情是有帮助的。算了，段总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们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的？当初是那个坏人骗了妈妈你，咱们现在这么有钱了，难道不应该把妹妹给赎回来吗？江爸爸，你说对不对？对，小汪说的有道理啊。手过。等等我！爸爸，那不是妈妈吗？为什么妈妈牵着别的小孩，然后妈妈旁边那个叔叔是谁？思思，那不是妈妈，跟我回家。不，爸爸骗人，那就是妈妈，她和爸爸你房间里过的照片一模一样。妈，这该不会是妹妹吧？应该是吧。妈妈，人家好想你呀！这5年你去哪了？你为啥不回来看看思思？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位是？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江峰。男朋友？盛小姐真是好大的本事，才回来没几天，就找了对象。段总误会了，我和江峰认识了5年，我们在一起也5年了。不可能！你在骗我！你就是当年欺负妈妈的坏人吧？我可以作证，妈妈和江爸爸确实已经认识很久很久了。爸爸，这是你和他的孩子？不错。妈妈，你是孕育了别的孩子了，所以才当思思吗？妹妹，你别哭啊，不是你理解的那样的。我刚刚是故意骗这个坏人的。江爸爸只是我的江爸爸，而我们是亲兄妹。亲兄妹？盛开，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是我的儿子。事已至此，还是我来说吧。事已至此，还是我来说吧。5年前我在机场碰到盛小姐分娩，救下了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了，医生？没事吧？肚子，我的肚子好痛。医生，哪里有医生？我是医生。隔壁一个房间，病人要分娩了。好。怎么可能？我才刚刚分娩完，而且我丈夫 CT， 我只怀了1个孩子。脉搏不会出错的，你一定是分娩。而且我发现你子宫的位置和别人不一样，或许你有2个子宫也说不定。2个子宫1/1000的概率。我对你现在很危险，必须马上手术。推车来了，快来！说起来，要不是盛小姐，我也不会错过登机啊。侥幸捡回了这条小命，也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我和盛小姐成了朋友。至于这小家伙，可能是从小缺乏父爱，把我当成他爸爸了。原来是这样，原来他真的是我儿子。太好了，盛开，这5年我终于找到你了。为什么你当初没上那架飞机？你怎么不回来找我？为什么杳无音讯？你是不是在故意躲着我？这跟段总好像没有关系，毕竟段总现在已经结婚了。不是这样的，我够了，段总，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5年前我分娩的时候你在哪？5年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在和秦淼做什么？再来一次，我们一定可以的。你给我打过电话？不重要了。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告诉自己，永远都不要重蹈覆辙。段文言，以后我们互不打扰，对你对我都好。盛开，不是这样的，盛开，盛开。爸爸没事的，只要是你努力，肯定能把妈妈追回来的。好，思儿最乖了，爸爸一定帮思思把妈妈追回来，好吗？好，我们拉钩。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就是小狗。段总，不好了，我们安排的人在机场和绽放集团董事长出了集团就不见踪影了。现在我们可如何是好啊？不会又错过了吧？找不到就算了，先回去再说。那秦小姐她还……现在没什么事情，比找到盛开更重要。盛开，走。 5年前的那位。你们说，段文言为什么会这么巧出现在机场？
他是专门来接你的。专门来接我？你把我回国的消息告诉他了？准确的说，他是专门来接你另外一个身份，绽放国际集团的董事长。段氏在伦国的财力数一数二，他找我们干什么？好像是他们家有人腿受伤了吧？我们弄的那个特效药有点疗效，所以他们想找我们弄一款药效更好的。为了这事儿，段氏集团找我们不下10次。不过你不是一直不愿意见他吗？我就没答应。腿受伤？腿受？你给我闭嘴！知不知道，就因为你昨天没有陪秦淼去练武，跳舞的时候也不会摔了。医生说他膝盖韧带断裂，以后再也跳不了舞了。发生了？他就在楼下客厅呢，你还不赶紧去看他？等我回来，告诉他。是秦淼，这药是他为了秦淼找的。段文言啊，段文言，你既然心里有了秦淼，为什么又来招惹我？妈妈不哭，我会保护妈妈的。盛开，我在云山居买了套别墅给你，以你现在的身份，也只有这个地方能配得上你华尔街金融女王的身份了吧？你就不要调侃我了，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你研发的特效药。不过你说的对，赚了这么多钱，是该享受享受了。等我安顿好了，我就把我奶奶接过来。行，那就送你到这儿，我就不进去了。今天辛苦你了，等我收拾好了，请你吃饭。好，走了，叔叔再见。拜拜。拜拜。盛开。哟，这不是我们卖女求荣的盛小姐吗？还真的是你，5年不见，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妈，他们是谁啊？真晦气，别管他们，我们走。哎，别走啊！老同学见面不得打个招呼呀？看你这样子，似乎在国外混得也不怎么样吧？该不会是那5000万花完了吧？所以又继续回来带孩子啦？像她这种捞女，不靠男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云山居可是富人区，一套别墅动不动就好几亿，她一个靠卖牛的暴发户，怎么可能住得起云山居？跟这来钓孩子的是干嘛？你们别胡说八道，我妈妈是这里的户主。哟，这是你儿子啊？这又是你跟哪个野男人是那野种啊？这次分了多少钱呢？滚！哎，你们！盛开，你敢打我，慕言哥哥一定会为我做主的。这么多年没见，你嘴巴里面的屎还没洗干净。你要再敢招惹我，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盛开，你这次回来是来找温言哥哥的吧？我告诉你，温言哥哥已经跟秦淼表姐结婚了。他为了表姐的腿，时顾茅庐的去找绽放集团的董事长求药。你永远都没有机会了。识相的话，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是吗？你这么着急证明秦淼跟段文言的关系，那他们的感情也不怎么好。那又如何？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次回来恐怕是为了获得段家的认可吧？很遗憾，段家只会认我表姐，不会认你。你想干嘛？我可告诉你，我可是云山居的业主，你要是再敢当面殴打我的话，我可喊保安了啊！业主？那你喊一个试试。哎，来人啊！救命啊！有人当街打人了！范女士，请问这里发生了什么？范女士，请问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可是云山居的业主，他当街殴打我，你们管不管？这位女士，您恶意殴打他人，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是他们先
人欺负我和我妈妈，我妈妈才还手的。你们别听他胡说，我跟她是同学，她就是从农村出来的穷丫头，肯定是在云山居鬼鬼祟祟的想干些什么坏事儿，我才出言质问的。而且这里可是云山居，是他们这种穷鬼该来的地方。这位女士，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动机，请跟我们走一趟，否则我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了。你们云山居就是这么保护业主的？盛开，你傻了吧？我才是云山居的业主，而你只是一个穷光蛋。这些保安自然会保护我。据我所知，房产证上的名字是你父亲的吧，并不是你的。那我也是这的半个业主，也就是说，谁是云山居的业主，你们就帮谁。不错。那行，你们好好看看这是云山居的房产证。怎么可能？她一个捞女，怎么可能是云山居的业主呢？范小姐，这位美女不仅是云山居的业主，更是我们楼王的业主。就是那个售价10亿、3年都没卖出去的楼王。那就更不可能了。5年前，这贱人靠着卖女儿才赚了5000万，短短5年，就算是比尔盖茨在世，也不可能把钱翻这么多倍。这房产证肯定是他偷来的。我叫盛开，你们可以看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还真是盛开。盛小姐，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你们刚才不是说谁是云山居的业主，你们就帮谁吗？是的。你们干什么？放开！范女士，您得罪了盛小姐，我们作为云山居的工作人员，只能对你展开处罚。我爸也是云山居的业主，你们等着，他一定会投诉你们的。范小姐，不用等您父亲投诉我们也会投诉您父亲，说您父亲得罪了我们的楼王业主盛小姐。什么？哦，会有什么处罚？回盛小姐，我们会回收他们名下云山居的别墅，并剥夺他们一家购买云山居的资格，保证让你以后再见不到他们。是的。不错，我很喜欢，就这么安排吧。盛小姐满意就好。不要，盛开，你不能这么做，我爸知道了会打死我的。我求求你了。还愣着干什么？动手！那盛小姐，我们这就把她带走，免得在这儿碍您的眼。盛开，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跟我叶哥哥告状的。带我！妈妈，你好厉害！我们走。沈旺，快下楼吃饭了。马上来了，妈妈。快去。段少，您真的不能进去。让开！文言哥哥让你让开，听见没？小心你的饭碗。大清早的，你们来找我干什么？盛小姐，我们段总说他是你的旧识。盛开，我家文言哥哥今天来是来替我出气的。昨天你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文言哥哥来了，还不赶紧向我道歉？道歉。道歉？对，道歉。我是让你道歉，是让你道歉。文言哥哥，你在说什么呀？你今天不是来帮我出气的吗？我凭什么帮你出气？我可是奇妙姐姐的妹妹啊，那可就是你的。如果你不想要范家破产的话，你可以不道歉。不道歉还是？对不起。不够。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这下总够了吧？不够。文言哥哥，你这也太过分了吧！我不过就是说了盛开几句话。5年前，盛开怀孕第3个月，你在医院门口骂她肚子里面的孩子是野种，
大家快来看看呀！刚成年就去卖未婚先孕，连孩子的爸爸是谁都不知道呢。盛开怀孕第4个月，你污蔑她和班里的同学有染，害得她脱了3关系。还有，在班里，你组织所有人孤立她、欺负她，这些种种，我让你道过歉，过分吗？欧阳哥哥还真是倒霉，居然被这种不要脸的女给缠上了。好好，欧阳哥哥喜欢的是娘们牌子。是的，总有一天我会报复你。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你跪还是不跪？不跪，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跟谁道歉呢？世开，对不起，一切都是我的错，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不会原谅你，但你罪不至死。我也不想报复你，但是你以后不要来招惹我。放心，我不会了，我下次一定不会了。看在盛开的面子上，今天就饶过你。但是你要记住今天的词汇，以后见到盛开给我绕着走。现在，滚！段总要是没有别的事情，请回吧。好香啊，小开开，你是做了什么好吃的吗？哎，你，哇，好丰盛啊！小开开，你是知道我要来，特意准备的吧？5年前欺负妈妈的坏叔叔，这是妈妈给我准备的早餐，你不许吃，出去，出！小鬼头，你记住了，我是你爸，才不是什么叔叔呢。你才不是，你是抢走妹妹、欺负妈妈的坏蛋。盛旺，妈妈交给你的礼数呢？没想到5年不见，你还学会下厨了，还这么好吃。妈妈6岁就会做饭了，连这点都不知道，还想当爸爸？呸！盛旺，今天是你转学第1天，别迟到，把书包拿上。段总要是吃饱了，就自行回去吧。我今天还有事情，就先走了。苏开，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5年前，你为什么不辞而别？5年前，明明是你失业在先，如今却来怪我要不辞而别吗？坏叔叔，放开妈妈！5年前，妈妈被坏人关了半年，剩下妹妹才被放出来。那半年，你一次都没有去看过她，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妈妈不告而别的？什么？妈，医生说，只要苗苗姐坚持做复健，她的腿还是有机会康复的，到时候她还能站在舞台上跳舞。若不是昨天，你让苗苗一个人去跳舞，她怎么可能摔倒没人扶？这次确确实实是你的错，你是男人，你就得负责任。我会负责的，但是，我同样会对盛开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负责。至于苗苗姐，我会负责帮她找最好的康复医生，直到她能跳舞为止。段文言，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难道你真对那个捞女动心了？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了妈妈。文言，我可以当孩子妈妈的，我会像亲妈一样对孩子好的。苗苗姐，终归不一样。盛开哪里比得上苗苗？你真的是要气死我了！盛开呢？我怎么没看到他？盛开呢？我怎么没看到他？你前脚刚走，他就用肚子里的孩子威胁我，跟我要了100万，然后走了。他现在在哪儿？我可不知道。不过放心，孩子生下来以后，他会给送回来的。他会履行承诺，永远消失。不可能！我说了，他会给我答复的。答复？你到现在还没想清楚吗？这种捞女眼里就只有钱。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可以找找，看看这家里哪还有他的影子。
盛开，你给我出来！阿元，盛开！盛开，你怎么能这么狠心？阿言，没关系的，你还有我呢。是骗我的，都是骗我的。盛开，我不知道，都是他们骗我的，我不知道他们把你囚禁了。盛开，你给我解释。段总，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请回答。盛开，盛开，盛开！师傅，去云城小学。盛开，盛开，我们再聊一聊好不好？盛开，盛开，你开门。盛开，哎，女士，这位是你朋友吗？我不认识他。盛开，5年前都是我误会了，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盛开，盛开，盛开！姑娘，你这位朋友好像伤得不轻，要不下去看看？盛开，你忘记这5年来你受的伤痛了吗？你还要再承受一次吗？妈妈，你如果实在担心那个坏人，你就下去看看吧。没死就行。师傅，走吧。大宝，妈妈待会儿要去养老院去看你的祖姥姥，也就是妈妈的奶奶。在国外的时候，妈妈最思念的就是奶奶。还有，待会儿到学校的时候要听老师的话，不许跟别的小朋友吵架，知道了吗？妈妈，你就放心去吧，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倒是妈妈你，刚刚段文演那个坏人敲玻璃窗的时候，二妈妈是不是跑出来啦？你看出来了？每次二妈妈跑出来的时候，妈妈身上的气场完全不一样了。妈妈，江爸爸说了，要你有空就去找他，要不然你先去找他吧。嗯，妈妈知道了。到了。走。熊鬼滚开！你挡了手艺，我得到了。谁家的熊孩子都没有人管吗？是我家的，你能怎么样啊？妈！哎。杀人厉害，二排的跟单也是除了犯人欺负的最狠的人之一。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们班那个贫困生盛开吗？张丽，你儿子说我儿子是穷光蛋，还动手推人，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服。我才不说，他们都说出出来了，不是熊鬼是什么？是，我们宝贝说的没错，他们挡了我们宝贝的路了，是吗？妈帮你教训他们。这就是你儿子吧？长得就像个小野种的样子，谁让你们挡道了？这就是你教育孩子的方式，纵容他出口成脏，动手推人。我教育孩子关你屁事！我老公开的是奔驰，住的是市中心的大平层，跟我们比，你们不是穷鬼是什么？又穷又土的老阿姨，不许你骂我妈妈！滚开，小野种！大宝，你没事吧？妈妈，我没事。真是晦气！这腾龙幼儿园是怎么审查的？居然把你们这些贫困户给放了进来！一会儿我可得找他们院长好好掰扯掰扯。我妈妈不是贫困户。啊，对，瞧我这记性，你妈妈是个捞女，当年用尽手段怀上了段少的孩子，最后以5000万的高价把孩子给卖了。
小东西的年纪，看起来跟段少的女儿差不多大呀。盛开，你该不会除了段少以外，还勾搭了别的男人吧？你可真是不要脸！怎么生气啦？想打我呀？你敢动手吗？给我儿子道歉！你敢打我！给我儿子道歉！你让我给一个野种道歉？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不然你竟敢打我妈妈我！有人欺负小孩，我要去找我爸爸。好你个盛开，你竟然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我！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怎么不服？我打的就是你！你老公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贱人！我老公可是绽放集团在龙国的负责人，这腾龙幼儿园就是绽放国际投资的，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和你这个野种儿子滚出幼儿园，这辈子再也进不来！绽放国际，绽放国际。怎么怕了？我告诉你，只要我老公一个电话，就能把你和你儿子赶出腾龙幼儿园。现在跪下给我磕头认错，说不定我还能让他给你留条活路。是吗？我不是怕了，我只是觉得公司的蛀虫该清理了。什么意思啊？问阿姨，我妈妈就是绽放国际的董事长哦，你老公倒霉了。你说他是董事长？笑死我了！小不点儿，你说谎话也不打草稿的吗？你知道你妈妈在学校的时候是怎么被我欺负的吗？盛董，请问有什么吩咐？装腔作势，装的还挺像。这是你提前找的演员吧？你要是不信，那你有本事告诉我你老公的名字。切，说就说，谁怕谁啊？我老公叫张健，怎么你还能查到他的信息不成啊？林助理，龙国分部有没有叫张健的人？好的，盛总，张健是恩博里招财生，3年前通过校招进入公司，现在是咱们绽放国际龙国区市场部负责人。从现在起，他被开除了。从现在起，他被开除了。明白，请盛总放心，3分钟内我会处理好。该说不说，盛开，你这演技不去当演员可惜了。你想说什么？要是一般人，还真被你给糊弄过去了。可你刚刚说的这些信息，没什么含金量啊，随便在网上一查都能查得到，所以并不能证明什么。还有，我老公的级别，在绽放国际也算是高管，岂是你一句话说开就能开的？你以为你是谁呀？我不需要向你证明，3分钟内你老公自然会接到解约通知。走。坏阿姨，等消息吧。站住！你们不能走。你还想被打？我看谁要打我老婆。爸爸，这他们欺负我的妈妈。今天我就站在这儿，我看谁敢当着我的面欺负我老婆孩子。老公，老公，你可算来了！你没来的时候，那个疯女人不仅打我，还咒你丢工作，她还说她是绽放国际的董事长，要帮我教训她。盛总，老公，可算来了，你可一定要帮我好好教训教训她。
放心吧，在龙国还没有你老公我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当着我的面欺负我老婆。老公，就是这个贱人。小娘们长得倒有几分姿色啊。哎呀，老公，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的那个捞女吗？就是跟我们全班同学睡了，最后靠卖女儿上位成为暴发户，现在又不知道跟谁生了个小野种，居然混进了你管辖的腾龙幼儿园，你说这合理吗？啊，还有这种事儿？我现在就给龙腾幼儿园的园长打电话，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放过。这种野种也配跟我们家壮壮做同学？就是，我才不要跟猪猪强暴我做同学。放心吧，壮壮，爸爸这就给他们赶出去。来人！哟，张总，您这是亲自送小少爷来上学了，您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哎呀，哎呦！现在知道出来，刚才我老婆孩子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在哪儿？张总，消气，误会。张总，误会，这不是兄弟们不知道这位就是您夫人吗？就是这个贱人欺负您夫人跟公子是吧？我们这就帮您解决他。不准欺负我妈妈！小混球，滚开！我孩子是你们幼儿园的学生，学校请你们来是负责孩子安全的，你们不是来保护孩子吗？这是在干什么？助纣为虐吗？谁让你得罪了惹不起的人？这位张总可是我们幼儿园投资方的代表，我劝你识相点，赶紧跪下给张总妻儿道歉，免得自讨苦吃。跪下好，跪下这个提议不错啊，就让他们俩跪下，给我老婆和孩子道歉。宝宝，你看这主意怎么样？我要看他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这种好事儿，我可得找蕊蕊来跟我一起看。哎，蕊蕊，你在哪儿呢？在中心医院复查呢。怎么了？这么巧，我们在腾龙幼儿园门口，就几步路。快过来，有大热闹看。什么热闹？过来就知道了，保准不会让你失望。行吧，我这就过去。我跟蕊蕊上学的时候就喜欢逗盛开玩，蕊蕊要是看到盛开这个惨样，保准会乐开花。老婆，你说的蕊蕊是不是范蠡的千金？听说他们跟段家沾亲带故。不错，就是他。毕业之后，我跟蕊蕊就没什么联系了。但现在有这个贱人在，只要我跟蕊蕊继续逗逗他，我们很快就能成为好姐妹。到时候让蕊蕊当老公，你多说个好话，说不定我们还能和段总搭上关系呢。老婆，你真是我的贤内助。你说是现在收拾他们两个人，还是等范将军来了再说呀？就现在吧，反正蕊蕊也就是几分钟的事儿了。现在就让他跪下，省得等会儿耽误时间。好，都依着你。还愣着干嘛？没听见我老婆说的吗？现在让他们跪下。得嘞，上。你们会后悔的。张总可是绽放国际龙国市场部的负责人，跟着他，我们只会吃香喝辣。摁地上！放手，妈妈！这坏人已经被我妈妈给开除了，他已经不是负责人了，你们没必要理他的。什么？这野种说什么呢？老公，你有所不知，你没来的时候，这个贱人就说什么自己才是绽放集团的董事长，还说要把你开除了，哼，真是笑死我了。开除我？开除我？小野种，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绽放国际的高层，三言两语就想开除我。谬论！老公，
人事部的电话，他不会真的是？与人家家的大惊小怪什么？我是龙国市场部的负责人，人事部找我汇报工作，不是天经地义吗？再说，你不是说还是一个靠卖女儿上位的捞女，自己吓自己？对啊，都怪这个贱人，是我太敏感啦。我是张健，什么事儿？忙着呢。张健先生，经集团总部核查，您在职期间存在多项贪污腐败行为，相关证据已发送至您邮箱，现决定对您予以开除处理，并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老公，怎么了？我被开除了，还真是董事长。早就说了我妈妈是董事长，我非不信，还不赶紧放开我妈妈！是有眼无珠的家。董事长，董事长，我知道错了，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啊！您说，这太子爷来了，您怎么不提前知会一声小子呢？我马上按照最高待遇接送咱们太子爷。提前通知，那我岂不是看不了这出好戏了？董事长饶命！董事长饶命！董事长，我为集团流过血，流过泪，流过汗，为集团立过功。我上有80对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董事长，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呀！董事长，刚才你对我儿子步步紧逼时，怎么没想过求饶2次？董事长，我错了，我真知道错了。董事长，自作孽，不可活！干嘛？我们走。站住！你这个贱人，搅黄了我老公的工作，还想全身而退！哼，我跟你拼了！回来！还嫌天子乱不够吗？老公，你怕他干什么？绽放集团在理，那也是在国外，这里是国内，一会蕊蕊就来。再说，他以前答应过段家，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他又回来了，你说，如果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段家，段家以后会不会器重我们啊？老婆，还得是你这主意可真不错。打成了没有？你这可真是，也不知道拦着点吧。现在我就派人抓去段家。你在干嘛？在干嘛？蕊蕊，你来了！你看这是谁呀？盛开，没错，就是盛开。你以前不是最喜欢欺负他了吗？现在我把他带过来，待会儿我就替你狠狠地教训他，让他给你跪下磕头认错。谁不说欺负他了？蕊蕊，你打我干什么？我这是在帮你啊！我去你的！我跟盛开形同姐妹，这也是你能挑拨离间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对盛开不敬的话，我处。盛开，这件事真的不是我挑拨的，我求求你，你不要告诉陆言哥哥好不好？那你现在就给我解决，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们。你放心吧，我会让他们永远都不会出现在龙都。完了，全完了！都是你贱人害的！竟然敢打我，还不是因为你！你连自己公司的董事长都不认识，你还敢打老娘？老娘跟你拼了！我！大宝，你看到了吧？就算是夫妻，大难临头也会各自飞。所以啊，钱才是最重要的。我明白了，妈妈，我先去学校了，你快去接祖姥姥吧，记得要去找江爸爸哦。去，还不走？想找事？不是的，我这就走。盛小姐去哪儿？我送您。我不认识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陆羽，段威言的朋友。哎，盛小姐，您先冷静，我是真的没办法才过来找您的。有话快说，我只给你1分钟。阿元他早上不是被车带倒了吗？医生说伤得不轻，小腿骨折外加轻微脑震荡。和我无关，我早就跟他2清了。盛小姐，段威言他真的很在乎你，伤成那样了，还天天嚷着要出院找你，
伤口都崩开3次了，再这么折腾下去的话，恐怕迟早会惊动段家人。沈小姐，我不是要威胁您的意思，只不过您当初答应过段家，不再出现在他和孩子面前。还有大宝，大宝也是阿言的孩子，对吧？这件事儿要是被段家人知道的话，对您和孩子来说，恐怕都会有麻烦。好，我跟你去医院。好，咱们去看病人，是不是该买点东西啊？比如水果篮什么的。就买一束花，没事吗？放心，你送的他肯定喜欢。是吗？谁他妈送的百合？想气死老子吧！不知道老子对百合过敏啊！滚出去！要不我还是改天再来吧。盛开，盛开，你别走，盛开！盛开，你怎么这么懂我？我最喜欢百合了。谢谢，谢谢。要不还是扔了吧。为什么？这是你送的。那我走。别走。脑子呢？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挺好的。你呢？不怎么好。你也知道，作为一个单亲爸爸，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更何况思思那丫头这么聪明，她总是追问着我妈妈去哪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能骗她说妈妈在国外读书。你何必撒谎呢？撒谎？我没有撒谎。思思她真的很想你，我也很想你。够了，段王爷，你已经结婚了。思思的妈妈现在是秦淼，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秦淼不会生气吗？秦淼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你该不会以为我跟他在一块儿吧？我跟你已经有思思了，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不是我以为，5年前你就已经跟秦淼订婚了，而且还上了电视。5年前，我来段家第1天，是你亲口告诉我你喜欢的人是秦淼。段无言，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不是的，我们之间本来就是阴差阳错。你家里人同意我生下孩子，花钱供我读书，还照顾我的奶奶，我已经很感激了。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别的。所以，如果我现在说我喜欢你，你也不会考虑吗？所以，哪怕我现在说我喜欢你，你也不会考虑吗？不会。那思思呢？思思你也不要了吗？不要。只有你的，你真狠，真的，我真是瞎了眼，居然惦记你那么久。沈小姐，不会认识吗？结婚吧。告辞。沈开，你别后悔！我要是再纠缠你，我他妈就是狗！这么快就聊完了？你们没叙叙旧？都是过去了，没什么好聊的。盛开，你为什么不能答应段文言？你知道他为了你做到什么份上了吗？你知道当年你的离开对他影响有多大吗？你知道他为了跟你站在一起，放弃了多少东西吗？
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娶不娶秦淼？我拒绝。她从小不是就是你的白月光吗？人家现在点头嫁给你了，你倒摆起架子来了。盛开，她到底哪里好了？我从未喜欢过她，是你们从小就在我耳边说秦淼优秀，说娶妻就该娶这样的，我才会误以为这是喜欢。直到遇到盛开，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心疼。你想完了，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到底哪里比秦淼强？就算他不完美，我也喜欢他。好，既然你选择他，那段家对你所有的扶持、所有的资源全部取消，你不再是段家的继承人。为了你，堂堂的金大高岭之花放弃了保送名额，还未满18岁就扎进段氏集团，跟那些同族长辈拼命厮杀，短短2年内就夺下了他爸手中大半的权力。你知道他熬了多少个夜，喝了多少场要命的酒吗？除此之外，还有思思。就因为思思是女孩子，段家差点舍弃这个孩子，是段温言执意将孩子留下，在他每天累成狗的情况下，还要回家带孩子。思思认人，除了他，谁都不要，经常整宿的，要抱着才能睡着。这些苦，他从来没有跟你提过。你以为思思的名字是随便取的？思念的思。这5年来，除了你，他还能思念谁呢？段文言以前可是云端上的人，被你用一个孩子拉进凡尘，一头扎进柴米油盐里。可结果你呢，拍拍屁股就走，把一切留给他考虑。盛开，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顾忌，但能不能就给他一次机会呢？他真的比你想象中还要爱你。盛开，盛开，你的心是铁做的吗？盛开，你怎么才？你哭了？张医生，怎么又下雨？这个天为什么老是下雨？盛开，没下雨，是你哭了。是吗？原来我还会哭。我们认识应该有5年了吧？从认识到现在，你是从来都没有变过。表面上视财如命，但我知道，段家给你的补偿，你是1分钱都没用过。能有今天的成就，你完全是靠你自己。我当初拿到这笔钱的时候，确实很开心。可是我到了国外，段温言还有孩子的影子，总是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担心秦淼会不会对他不好。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段温言对孩子很好，他是一个很称职的爸爸。可是我却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盛开，你这也太苦了，把5年前的自己救出来。段温言一开始或许不是一个好爱人，他不能给你热切的爱，不能给你安全感，但你还是陷进去了，正视自己的内心。他来了，你们快来吧。我就只是路过。那我走了。盛开，别不理我。段总，你说过的，再找我你就是狗。汪，盛开，我爱你，我们再也不分开，好不好？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
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委屈。太好了，盛开，我就知道你放不下。哎，呸！那你先回医院好好休息。那你陪我。盛开，刚刚那个是江医生吗？嗯，江医生好像找我有点事情，我先过去看看。盛开，我想帮秦淼治好她的腿。盛开，我想帮秦淼治好她的腿。你先别着急啊，其实你的病，我觉得还有最后一步。最后一步，秦淼，她是你们过去矛盾中的关键符号。我查过她的病历，她的腿配合绽放国际的特效药，我有把握治好她。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帮他？不是帮他，是帮你自己。当你能坦然地去解决掉过去这个最大的敌人的时候，那就证明你真的从这段创伤中痊愈了，而且这也代表你彻底的强大和释怀，也代表你对你和段文言的未来有着绝对的信心。我明白了，你去做吧，用最好的方案。好。5年了，楠楠，你在国外过得好不好啊？楠楠，好想你啊！奶奶，盛开，奶奶这不是幻觉吧？奶奶，这不是幻觉，您孙女我来接你。楠楠，我的好孙女。奶奶可想死你了！看看我孙女，现在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好看了。这是苏姥姥好，我是山汪。山汪。苏姥姥好，我是思思。思思啊，好，回来都好啊，回来就好啊。奶奶，我是段文言，以后我和开开会一起生活。好啊，小燕呐，你和楠楠的事儿啊，奶奶我都知道了。你们段家可是个高门大户啊，我们这种小门小户的人家，根本比不得呀。尤其是你的母亲。当初是怎么刁难我孙女儿的，这些我都知道。说句实话，就算你们是真心相爱的，可我也不忍心让我的孙女嫁过去，被你们刁难。奶奶，您就放心，这5年来，我时时刻刻都在为盛开回来做准备。你们就只管相信我，剩下的交给我就行，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什么办法？老婆，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能骂我。那你先给我看看再说。你看。段氏继承人段文言，叶慧同姓好友，酒店共处8小时，段家与秦家取消联姻。正是因为段家继承人一定取向成谜，爸爸你这是杀敌1千4损800啊！怎么说话的？为了你们妈妈，我受这点委屈才是啊！老公，你想不想再活着？怎么说？通知下去，让宣传部门全力宣传段家继承人的事情。
绽放国际怎么帮我宣传？盛开，绽放，老婆，绽放国际该不会是你的吧？老婆，你岂不是比我还富？没错，如果以后你要是敢欺负我的话，我马上就可以踹掉你，并且带着大宝和二宝离开。我要跟妈妈离开。放心，妈妈肯定带上你。好，好，好，看你们这么高兴啊，我也就放心了。看吧，他们坐不住。段文言，你个小兔崽子是不是疯了？这么败坏门庭的事儿你也做得出来？你以后让段家的脸往哪儿搁？文言，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从小到大听话又懂事，你现在怎么这么叛逆啊？是妈知道当初逼迫你娶齐淼是妈不对，可是现在思思都5岁了，她又是你一手带大的，你说你干出这种事情，你不为自己考虑，你也得为思思考虑啊。要是思思知道她爸爸喜欢个男人，这让她长大了可怎么办？别人怎么看她呀？好，就当我他妈的求你了啊！你只要不和陆羽在一起，你找哪一个女人都可以，爸妈不再干涉你了，行不行？真的吗？那谁都可以？真的吗？那谁都可以啊？真的，比黄金还真。只要你不跟陆家那小子在一起，你娶谁都行。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这就让人回老家取户口本了。哎，好，你赶快回去啊！哎呀，你只要找一个女人，谁都行啊！怎么样？搞定。老婆，那等拿到户口本，我们就领证吧。耶！爸爸妈妈要结婚了，有妈妈了，我也有妈妈了。快点儿，他们这会儿应该快出来了。我倒要看看他不娶齐淼，还能娶个什么天仙？哎呀，行了，你别再折腾了。他只要不和男人结婚，找哪个女人不一样啊？那可不行，5年前那个乡巴佬就绝对不行。他要是再敢出现在文言身边，我出来了。果然是这个狐狸精，段文言，你这个不孝子，你居然真娶了这个女人！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爸妈，你们怎么办？你们不来，怎么知道你娶的竟然是她？我娶盛开怎么了？我就是喜欢她。盛开，你这个言而无信的东西！你当初拿着钱走了一干二净，现在又回来开始勾引我儿子，你信不信我让媒体曝光你这个狐狸精的嘴脸？我们段家容不下你这心机深厚的女人，现在马上立刻和文言离婚！爸妈，你们要是再敢对盛开胡说八道，就别怪我不客气。别忘了，这段氏有一半股份是在我手里。我的儿子，这个女人，她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她就是一个捞女，她图的就是你的钱。你就算是喜欢她，你把她养在外边当个情人也就算了，为什么非要把她娶进门呢？你要娶的女人，是要帮你稳固事业、门当户对的女人。我们家开开宝贝对我的帮助大。帮助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这算是帮你洗衣做饭都嫌他手粗。阿姨不相信，你几斤几两？5年前我就已经摸透了，你少在这装模作样。听说段氏最近在进军欧美市场。哟，这是在外面打了5年工，这一回来还想指点我们段氏的事业，还真能。大言不惭！我看你是穷疯了。我让你们准备的东西，现在可以送过来。绽放国际总裁盛开女士恭贺段先生与盛小姐新婚大喜，特此马尔代夫森小岛一座，产前违建已备好。
绽放国际总裁盛开女士另赠价值100亿海外能源合作合同10份，合作方均为全球 TOP 50企业，签约流程已简化完毕。最近势头正盛的绽放国际是你的？爸妈，你们现在相信开开对我的事业帮助大了？信。哎呦，开开，之前是爱你有眼无珠，你别放在心上。是啊，叔叔以前工作忙，没时间管家里的事，你呀，也别跟我计较啊。如果你们反对我们结婚，我随时可以离婚。不行。这谁要是敢让你们离婚啊，我就跟他急。哎呦，老头子，赶紧准备宴会，这我要告诉所有人，我们家阿言啊，娶了一个好媳妇儿。啊，对，立马举办宴会，往大了办。老婆，你说是不是该考虑要个老三了？